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经济预期在过去3个月内变化很大。此前预估美国经济将实现稳定增长和低通胀的经济天堂状态，但最新数据显示，经济过热风险上升，通胀回升速度加快，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，就业成本指数上升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加速上升，令美联储预期再度通胀飙升，并推迟降息预期。一些分析师甚至认为美国将面临新一轮高通胀。接下来这条，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认为，美国应通过关税消除全球贸易失衡，实现进口导向出口。他主张，持续贸易盈余的行为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，应该被制止。莱特希则的观点对美国贸易政策有重要影响。他认为自由贸易无法实现，各国应追求平衡贸易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加德堡的收益将深入了解美国消费者的现状。华尔街预计另一季度业绩疲软，因消费者寻求的 DIY 项目较疫情期间减少。不过，专业客户的更多支出可能会抵消部分损失。这家家居装修连锁店预计将于周二上午公布业绩，预计营收为 366.6 亿美元，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3.61 美元。虽然预期收益同比下降 2%， 但好于第4季度的 3.5% 降幅。预计客流量减少和客单价下降，估计分别下降 1.09% 和 1.50%， 将导致同店销售额增长下降。接下来，特斯拉因一起性骚扰案与原工厂雇员达成和解，该雇员因投诉严重性骚扰而被解雇。这是特斯拉面临的一系列性别和种族歧视诉讼中的一例。接下来这条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将于周二在欧洲发布其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laude， 以与 OpenAI 的 ChatGPT 竞争。Claude 之前已在部分国家免费提供，此次是首次在整个欧盟和瑞士、冰岛等欧洲国家通过网络和 iPhone 推出。欧洲企业客户还可使用每月28欧元的 Claude 团队计划。接下来这条，索尼宣布2名公司高管将在其游戏部门担任新领导职务，负责技术和内容方面业务。接下来，受美国上市中国股票隔夜上涨提振，香港股市有望上涨。亚洲其他市场在本周关键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交投区间波动。请看下面这条， Bumble 因广告标语宣扬独身禁欲不被接受而道歉，将移除广告并捐款支持反家暴和边缘群体组织。让我们关注日本日经股指周二窄幅震荡，投资者等待更多本土企业财报和次日公布的关键美国通胀数据。下一条，乌克兰空袭别尔哥罗德，造成一条电线和近24所住宅受损，一名妇女因脊椎处弹片伤亡。乌克兰近期多次袭击别尔哥罗德，引发俄罗斯民众不满。请看下面这条， BHP 或将再次提高对 Anglo American 的收购报价并增加现金，以弥补其43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被拒绝。市场预计 BHP 仍在考虑提交新的报价。请看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认为，要求社交平台 X 全球隐藏悉尼教堂主教被刺伤视频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它违反了国际礼让原则，即各国法律有领土限制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兰菲兰特对美元汇率创4月底以来新高，因市场看好5月29日大选将出现利于市场的结果。最后一条，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10年来最高，因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将在未来几个月上调利率。日本央行周一意外削减了计划购买的债券数量，发出鹰派的信号。10年期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 0.965%， 为6个月来的高点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